谅你也不敢。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陈占才被羞得面红耳赤。小竹，不可无礼。公子莫怪，小竹护主心切，多有冒犯。小姐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女子见他眼神痴迷，不由得掩面而笑，轻声唤道：公子既然喜欢桂花香，那就请到里面细细欣赏一番。本少爷愿意，绝对愿意。来到一石桌旁，二人落座。丫鬟小竹不敢怠慢，连忙端茶倒水。晚生陈占才，乃是一介书生，敢问小姐芳名？小女姓桂，名花。院子里有桂花树，木楼里有桂花香。妙，小姐的名字真是太妙了。不知妙在哪里，还请公子明示。这个公子大可不必如此拘谨，我等又不是什么吃人的虎狼，想说什么就直说好了。说完，他朝着陈占才眨了一下眼睛，笑得极为妩媚。小姐，你长得真好看，在下对你恐怕已经一见钟情，不知小姐对我可有好感？我能不能……他说着，便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桂花的手。放肆！你这人真是得寸进尺。我们小姐好心请你进来喝杯茶，可你竟如此轻薄，真是不懂礼数。抱歉，我就是太仰慕你家小姐了，绝对没有半点轻薄的意思。谅你也不敢。要知道，我家小姐可是朝中……别说了，小竹，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为人要低调，万不可对外人透露家里。是，小姐，我知道错了。没想到小姐家里还有人在朝为官。桂花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点头笑了笑。陈公子，我家教甚严，若非见到公子一表人才，万万不敢私自让你进来。这若是让我爹发现，他老人家必然要打骂于我。小竹也是护主心切，言语多有冒犯之处，你莫要怪罪于他。不会的。此刻陈占才简直快激动死了，贵人就在眼前嘛。小姐，晚生终于寻到你了。公子莫要心急。小竹，快去备些酒菜，我要与公子畅饮一番。小姐，你忘了，后厨的下人今天有事都不在。对呀，我怎的把这事儿给忘了？那你赶紧去酒楼订一桌上好的酒席回来。我的好小姐，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道你忘了管家还没有回来？我哪有钱去订酒席啊？哎呀，还真是，瞧我这记性，一高兴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故作惋惜地摇了摇头，看着陈占才。对不起，陈公子，本想与你举杯共饮，却没想到管家有事外出，还没有回来，真是万分扫兴。小女子就不留你了。不，一点也不扫兴。陈占才现在就像是一只闻到鱼腥的馋猫，哪里会轻言放弃，赶紧说道：既然小姐家里不方便，可以随晚生到龙兴客栈一叙，定让小姐终身难忘。你这人真是好生不要脸，我家小姐可是金枝玉叶，岂能与你去那种污垢之地？万一让人发现，我家小姐还怎么见人？对，这样确实有伤大雅。陈占才有些不死心。陈公子，既然有失大雅，那你还是早早回去吧。不急，我真有点舍不得小姐。是啊，我也舍不得公子走，可惜天公不作美，还是过几日再来相会吧。看你穿的人模人样，可你咋就这么死脑瓜劲儿呢？不知晚生哪里做的不对，还请姐姐明示。瞅你这傻样，既然想和我家小姐举杯畅饮，你就不会大方着点儿啊？对呀，我咋就没想到这个办法，真是失礼。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2两银子，递到小竹面前。有劳姑娘速买些酒菜回来。小竹不屑地把嘴一撇，仰起头。公子可真是大方，这点钱也拿得出手。陈占才一愣，连忙又掏出1把银子。这些总够了吧？你这人真是无趣，我家小姐平时一顿饭都得30-50两银子，你就拿这点钱打酒喝都不够。你要是舍不得花钱，赶紧收起来，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也不嫌臊得慌。舍得，我哪有不舍得之理？陈占才已经阴冲上脑，情到浓时便会水到渠成。他也顾不上想其他的，把身上仅有的40两银子都掏了出来。晚上出来的仓促，随身只带了这些散碎银钱。海老姐姐，快准备酒菜。好吧，那你和我家小姐再说会儿话，我一会儿就回来。小竹拿起银子，笑盈盈地转身走了。桂花压下嘴角那抹得逞的笑意，让公子破费了。哪里，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公子，你倒说句话呀。小姐，咱们进屋说会儿话吧。公子若有这个雅兴，那便请随我来吧。好，我来了。陈占才早已是心猿意马，就在他要迈进房门的时候，丫鬟小竹神色慌张地跑过来。不好了，小姐，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小竹？出什么事了？我刚走到大街上，就见咱府上的下人抬着一顶轿子朝这边过来了。什么？府上的轿子？小姐，到底怎么了？应该是我父亲来这里了，你赶紧躲一下。我藏哪里合适？小竹，你快帮公子寻一个地方藏身。哎呦，我的好小姐，咱们这哪有藏身的地方？你也知道咱家老爷的脾气秉性，真要是发现你和陌生男人私会，定会大发雷霆。小姐倒是没事，大不了面壁思过，可公子就没那么幸运，定会有性命之忧。是啊，小竹，公子是无辜的，你快帮我想想主意呀。还有什么可想的？赶紧让陈公子快走。对，这是最好的法子。陈公子，快些离开，若是被家父撞见，可就真的说不清了。轻则抓你入监，重则会砍头啊！我可不想公子为此丢了性命，那样我会心疼的。小姐，我不舍得离开你啊。是啊，本以为今日就能与公子成就好事，可天不随人愿，待他日再举杯畅饮吧。桂花说完，故作不舍地挤出几滴眼泪。你们还有完没完？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真要是郎有情妾有意，待明日寻个好机会试探试探老爷，把陈公子介绍给老爷认识认识。说不定老爷见陈公子一表人才，便会把他招入府中做女婿。到了那时自然水到渠成，还在乎这一时半刻的干什么？对，小竹所言不错。陈公子，你赶紧走吧，有机会我在我爹面前替你美言几句。我喜欢的人，我爹自然也会爱屋及乌。到那时，咱们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好，我这就走。小姐，等着我，明天我就来看你。好，那我就等着公子了，记得早些过来，别让人家等急了。看着陈赞才远去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得意且狡猾的笑意。天下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道，活该破财。一日一早，只见院门紧闭，他轻轻上前叩响门环。有人吗？快开门！桂花小姐，我是昨日的陈公子，快开门啊！有没有人？快点把门打开！陈占才反复叫了多次，里面依然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昨日被带回府了？小伙子，你找谁呀？我不找谁，我就是路过。对，路过。路过？我刚走到巷口，就看到你鬼鬼祟祟在我家门口转悠。你想干啥？是不是要偷东西？哎，不，老妈妈，你错怪我了。你刚才说什么？这里是你家？对啊，这就是我家。咋啦？那你家小姐哪儿去了？我们家小姐？我总共就生了一个儿子，哪儿来的小姐？老妈妈，你又误会了，我的意思说你伺候的小姐。我伺候的小姐？我啥时候伺候过人？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不是，老妈妈，你先别发火。既然你说这里是你家，那这里的小姐是怎么回事？哎呦，原来你是问这个，都快把我气糊涂了。提起这件事我就来气。本来说好的租3个月的房子，可谁知
还不到10天，那帮人就急匆匆地退房走了。早知道这样，我才不租给他们呢。你说什么？那2个姑娘走了？陈占才心里咯噔了一下，顿时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不对啊，那姑娘说她爹在朝中为官，怎么会租房子住？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他爹是个当官的？你这人真是逗死我了！就那样轻浮的女子，怎么可能是官家的大小姐？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什么轻浮女子？此话怎讲？既然你这么问，那我就和你说说。10多天前，我正在家里收拾院子，就来了2个男子，说是来此做生意的，想要在附近租处宅院。我这处房子已经空了多时，正想往外出租，我也没多想啊，就口头把这房子租给了他们。谁知他们付了1个月的房钱，又带来了2个女的。那俩女的长得真是漂亮，可是就是够不要脸的，当着我的面儿就朝其中一个男的叫哥哥，一会儿又在另外一个男人脸上啃一口给我弄的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啥关系啦。就等着1个月以后把这几个不要脸的东西轰走。就在昨晚上，他们急匆匆找到我，说要退房，我不答应。有个叫什么小朱的女子掐着腰就要骂大街，立马把房钱退给他们了。这几个人连夜就离开了。后来听左邻右舍说，这几个人就是骗子，专门利用美色欺骗外地的男子。这么急匆匆的退房，一定是钓到了大鱼。听了老夫人这番话，陈占才如遭雷击。不是这样的，那个女子亲口说他们老爷是当官的，咋可能是骗子？哎呦喂，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小时候脑瓜门子让门夹过，还是让驴踢过呀？咋就不整个呢？你也不好好想想，当官的哪有省油的灯个个都是家财万贯，住的大宅子都是亭台楼阁的，哪有让子女住这种茅屋草舍的？你这不是张嘴胡说八道吗？哎呀妈呀，我被人骗了！陈占才如梦方醒，腿一软，直接瘫软在了地上。玩了一辈子鹰，却被鹰给啄了眼，身上仅有的40两银子都被人给骗走了。回到客栈，陈占才生怕被店掌柜发现催要房费，便赶紧加快脚步就想回房。陈公子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刚出去逛了一圈，没意思，便早早回来了。陈公子留步，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陈公子，你也知道，我们这就是小本买，你已经住了1个多月了，每天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们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您看能不能先把以前的房费给结一部分，也好让我们周转一下呀？你这人真是无理，本公子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退房后结账，可你3番5次催要房钱，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你还怕我赖账不成？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就不该住在这里。哎呀，陈公子先别生气，我没这个意思，真是本店资金周转不开，还望公子体谅啊。本公子做事一向中规中矩，说好的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岂容你半路反悔，真是岂有此理。掌柜的，既然陈公子都这样说了，
你就再等等。请陈公子楼上歇歇，有啥吩咐尽管开口。算你小子会来事儿，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店掌柜看着陈占才的背影，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朝着一旁的店小二吩咐道：从现在开始，你啥也别干，就给我盯紧这小子。掌柜的，你这啥意思呀？让你干啥就干啥，别问这些没用的。掌柜的放心，我这就去他门口守着，他去哪儿我去哪儿，绝对不可能让他跑了。掌柜的，那每天上等的酒席还用不用给他提前准备好啊？以前怎样还怎样，不可怠慢客人。好嘞，小的明白。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在等待放榜的这段时间里，陈占才依然过着被人伺候、胡吃海塞的逍遥日子。陈公子，陈公子，你睡醒了吗？你这个不懂礼数的混账东西，大清早乱喊乱叫，打扰本公子的美梦，不知道本少爷爱睡懒觉啊。对不起啊，陈公子，现在日头已经上了3竿，可不是大清早了。行了行了，别解释，有事吗？没事，我还要继续眯瞪觉去呢。陈公子，你可别睡了，从昨天到现在呀，您都睡了好几个时辰了，再睡下去就要连轴转了呀。刚才呀，我在门口站着，听说科考今日放榜，您赶紧去看看吧。真的？真放榜了？说着就朝门外跑去，店小二也紧跟着出了客栈。他目光急切又忐忑地在榜单上搜寻着自己的名字，可是从榜单顶端一路寻至末尾，也没有看到陈占才3个字。刹那间，陈占才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在地。一路上，他的内心像是打翻了5味瓶。他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非得装作什么富家少爷，装弹一时爽，科举落了榜，身上无分文，这用啥去结账？此时不跑更待何时？赶紧脚底抹油跑路吧！陈公子留步，你别跑啊！谁跑了？本公子是想活动下筋骨，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公子莫怪，我还以为你是找不着客栈了，所以才追上来提醒提醒您。你不在店里干活，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难道你在监视我，怕我跑了不成？不，陈公子真是错怪小的了，我就是路过，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原来这样，那你走吧，本少爷想单独溜达一会儿。不急，既然陈公子有这雅兴，那就让小的带着您四处逛逛，顺便给您讲一讲当地的风土人情。陈占才见他跟个狗皮膏药似的寸步不离，知道甩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客栈。陈公子，今日放榜，想必是一举得中了吧？这次虽说没能金榜题名，不过中不中举人都无所谓，倒是让我爹陈百万花上几万两银子买个官来当当，岂不省事儿？对，陈公子所言甚是。现在已经放完榜，想必陈公子用不了多久便会启程。刚才我把账目粗略的算了一下，不到60两银子，您看是不是把店钱？店掌柜不要着急，不就是区60两银子吗？这对于我陈家来说简直就是一把粪土。我前几天早就给家里写了书信，用不了3、5日，我爹陈百万便会派管家来宁京接我，到时给你100两纹银。先拿话稳住这个老家伙，到时候再找准机会赶紧开溜。好说，公子您尽管安心住在这里便是。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陈公子请上楼休息。你给我盯紧这小子，千万别让他跑了。掌柜的放心，这些日子我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全在他门口守着。不行，为了安全起见，从现在开始，你12个时辰给我盯紧喽。掌柜的，你这啥意思？难道你还怕他跑了不成？不能吧，他可说了他爹是安阳的首富陈百万，怎么着也不至于为了这点银子打赖呀。话虽如此，可有些事儿不得不防啊。掌柜的，
你说的没错，这个人确实有些不对劲儿。刚开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挺大方的，可时间一长，发现他只会用嘴说。今天说改日给你点赏钱，明天说给你点银子，可这都1个多月了，我1文钱都没见着，这不是糊弄大傻子呢吗？你说的这些都还无所谓，最令我怀疑的是此人的穿着。穿着？他穿的不是挺干净的吗？是挺干净，可你别忘了，这小子自称富家大少，你见过哪个富家大少1个月就穿1身衣服的？对呀，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呢？掌柜的，照这样说，此人肯定是个混吃混喝的无赖了，那咱还等啥呀？赶紧去把他薅出来，先胖揍一顿，然后再送官府啊！不可不可，先不要轻举妄动，万一人家真是富家子弟，咱们可就不好收场了。那现在咋办？还能咋办？只能从长计议，先等上个3、5日，如若没人来接他，那就证明这家伙纯粹就是个招摇撞骗的主，只能送到官府了。好的，掌柜的，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店小二说完，转身就上了楼。陈战才回到房间，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他立马就蔫巴了。虽说找借口搪塞了过去，可是过3、5日该怎么办？必须得尽快想办法离开这里。他双手抓住窗框，抬起一条腿，准备从窗户逃出去。房门猛地被打开，店小二从门外走进来。哎，陈公子，你这是要干嘛呀？我就是透透气儿，这屋子里太闷了。啊，透气打开窗户就行，你咋还骑上去了？本少爷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就爱骑在窗户上透气儿，被凉风这么一吹啊，感觉神清气爽，心情都特别舒畅。哎呦，我的陈公子啊，你是舒畅了，可这要是真摔下去了，这不死也是残废呀，那我们客栈可就摊上人命官司了。你还是赶紧下来吧。好，我这就下去。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没事别来我的房间，赶紧出去。陈公子别生气，我就是想问问，您今天晌午想吃点什么呀？小的也好早些准备不是？本公子今天没啥胃口，一会儿再说吧。好，既然陈公子没胃口，那我就先出去了。等您啥时候有需要，尽管吩咐一声就是。小的呀，就在您门口候着。说完便守在门口，没有要走的意思。转眼间一晃5天过去了，店掌柜掐算着日子，大摇大摆地来到陈占才的房间。陈公子，上次你说早就给家里写了书信，说什么3、5日便会有人来接你，可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要不你也别费这劲了，还是先把房钱给我结了吧。掌柜的，你看你着啥急啊？我估摸着信件有可能在路上耽搁了，你再宽限几日。我陈占才向来讲信用，绝对差不了你这仨瓜俩枣的。陈公子，你这话说了不下几10遍，我这小店本就力薄，经不起你这样拖延。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给足了你面子，你也别拿话搪塞我。今天你就是说出天花来，也得房钱给我结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怕本少爷赖你的店钱不成？陈占才的心里已经乱了套，要是不把此人唬住，这少不了就是一顿胖揍。本少爷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做生意的，客人还没退房你就逼着命的要钱，真是岂有此理！一把薅住了陈占才的脖领子。你他娘的少来这套，赶紧把钱给我结清，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你要干啥？我警告你别乱来，你要是敢动我一下，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的废话，你到底给不给钱？给，肯定给。你先别急，店钱我1分不会差你的，还请宽限几日。容忍你娘个蛋！你个说话不如放屁的骗子，竟敢冒充富家大少欺骗我！今天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真当我是傻子了。说着朝店小二吩咐道：快点带他去见官，我倒是想知道一个混吃混喝的骗子到了县衙还敢不敢满嘴胡说。是掌柜的。哼，
陈公子，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就是个混吃混喝的大骗子。堂堂一个富家大少，出门身上不带一文钱，你骗傻子呢？你们真是无趣，竟敢怀疑本少爷的身份。不是我说大话，今天你们要是敢把我送官，我爹绝对轻饶不了你们，到时你们的客栈就别想再开了。好小子，住店不给钱还敢说大话，真不知道你哪儿来的底气。就是，不给店钱还在这吓唬人，走，跟我们去见官。店小二一把拽住陈占才的脖领子，这薅着就往外拖。别，小二哥松手，咱们有话好好说呀，千万别把我送官啊。店掌柜，刚才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别当真呐，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别伤了彼此的情分。谁他娘的跟你有情分？老子最烦的就是你这种软骨头，你要是继续强硬下去，老子兴许还会信你。现在装起了怂包软蛋，晚了！你个招摇撞骗的大骗子，有什么话还是去跟仙老爷说吧。大哥，小弟不是软蛋，求求你先消消气儿，别把我送官行不？见他这副怂样，店掌柜就更加确定了心中猜测，拍腿照着陈占才就是一脚。少他娘的废话，不想去见官，赶紧把店钱给我结了。你敢打我？我打你能咋的？给我上，狠狠地揍他！店小二闻言，这挥拳就冲了上去，对着陈占才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陈占才被揍得嗷嗷直叫，连声求饶道：哎呀，二位大哥别打了，赶紧住手啊！有话好好说，别打人呐！我最后再问你一句，到底给不给钱？给，绝对给，1文钱都不会少。掌柜大哥，您大人有大量，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放我回家吧。到时我定会派人把银子给你送过来。臭小子，你还想忽悠老子？看来你是真把老子当傻子了。不，小弟敢对天发誓，我真没骗你，我们家真有钱。穷人难穿硬实衣，老虎下山一张皮。从你来到这里就没换过一身衣服，你还敢说你家里有钱？店长官，你可不能乱来，我家就我一棵独苗，这真要是含冤而死，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闭上你的臭嘴，有话去跟关老爷说去吧。陈占才彻底没了主意，直接跟一滩烂泥似的瘫坐在了地上。店掌柜见状，这上去就是一脚，赶紧起来！可是不管他怎么叫，这陈占才就跟傻子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哎呦，这咋回事啊？那人咋还坐地上了？是啊，看这架势应该是没干啥好事，让人给逮着了。差不多，应该是这么回事。那个胖掌柜是开客栈的，肯定又是遇到了混吃混喝的无赖，这是准备要带人去送官呢。世上这种无赖多的是，就该抓一个砍一个，看谁还敢招摇撞骗。对，你这话没错，对付这种人就得斩首示众，以儆效尤，要不然绝不了根儿。掌柜的，这人耍起无赖了可咋办呢？你赶紧去衙门报官，让官差来对付他，打他一顿板子，看他还装蛋不？好，我这就去。你个傻屌，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骗得我跟个孙子似的，任你使唤了这么久，要是不让关老爷打你几十板子，都难解我心头之恨。说完，店小二转身就走。小哥，我求求你，千万别报官呐！滚一边去！不想挨揍，就快点起来跟我们走。不，我哪儿也不去。大哥，你消消气儿，小弟真是有难处，你就是把我送去官府，我一时半会儿也给不上你房钱。求求你高抬贵手，把我当成个臭屁放了，行不？你想得美，这钱就是不要，我也要去官府告你，让关老爷治你的罪。别，大哥，我求求你。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再说我真没骗你，我家有钱，绝不会差你这点银子的。掌柜的，我爹真是安阳的首富陈百万，不信你就去打听打听，欠你的店钱我一定会还的，别给我送官呢！哎呀，我真不是不给你店钱，我是有苦衷啊！我在宁京遇到女骗子了，她把我的银子骗走了。
不信我带你去那条街问问，我真被骗了。就在这混乱之际，一辆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前面这是出啥事了？咋还把整条路给堵死了？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打架玩。大伯，你听，这声音咋这么熟悉呢？是啊，大宝，有点像你三叔的声音。自从上次大宝听了陈青青的建议，他便着手开始向其他州府拓展市场。大伯，你说的没错，是我三叔的说话声。你三叔不是来考试的吗？可听着声音，早好像跟人打起来了。大伯，你在车上坐着，我去看看。我也跟你去。当他们不明所以的时候，就听围观的人低声议论着：“哎，坐地上那人咋回事啊？”哎呀，这你还没听出来吗？那人住店不给钱，店掌柜的要送他去见官。我觉得店掌柜太霸道了，人家都说了他们家有钱，可咋还打人家呢？他说有钱，可谁知道具体咋回事儿？兴许就是个混吃混喝的大骗子，要不然店掌柜也不可能去报官。对，你这话没错。那人说他爹是陈百万，要真是那样，还能赊欠住店钱啊？这不是满嘴胡说八道吗？这人长得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人。话也不能这样说呀，没准这人还真是个富家大少呢。哎呀，你可别扯了，就这怂样，跟无赖有啥区别啊？听了众人的话，二人这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简直无药可救。大宝，咱们走，别管闲事。大伯，你先等等，咱们是不是得帮帮我三叔啊？大宝，你三叔啥德行，应该不用我多说，你还是别找这个麻烦的好。大伯，我是不想帮他，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真要是摊上官司，我爷奶可咋办？谁让他拿着家里的钱不走正路，摊上官司也是他自找的，让他长长脑子，未必是件坏事。大伯，你说错了，真要那样，咱们以后可少不了麻烦。我三叔这种行为就是招摇撞骗，被大宁律法视为乱政和夷众等罪名，轻则发配边疆，重则将会处以极刑。见陈占山低头不已，大宝说出心里的顾虑。大伯，你不管他情有可原，可我不能不管。老宅跟我们二房只是分家没有断亲，他要是出点意外，赡养老人的义务必将会落到我爹娘的头上。我爷奶的性子你应该也知道，干别的不行，折腾人可有一套。只有我三叔能治得了他们，我可不想让我爹娘和他们掺和在一起，那简直就是活受罪。大宝，你说的对，家里那两老两口确实不是咱们能摆弄得了的。那我就先带他离开，省得他丢人现眼。掌柜的，我爹真是安阳首富，我家真有钱，求你别把我送官府，我一定想办法把银子还上，求你了。少来这套，你吹牛腿的时候你咋不想想后果？现在求我晚了，赶紧跟我去见官，不然我打死你。别打我。住手，有话好好说。你们谁呀？大哥，大宝，真的是你们俩，快救救我，千万别让他们把我送官啊！陈占山见他这副德行，又气又急，真想狠狠抽他一巴掌。你这个败家玩意儿，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家里为了你付出了多少，难道你不知道？竟在外面如此胡来，你对得起爹娘吗？大哥，我知道错了，求你帮帮我，我以后一定改，再也不敢了。陈占才跪在陈占山面前赌咒发誓。店掌柜眯着眼睛细细打量着陈占山和大宝，见二人衣着得体，身后还有一辆马车，顿时眼睛亮了起来。你们就是陈占才的管家？哎呀，真是盼你们盼得好苦啊！什么管家？谁是管家？啥都不知道，你们管啥闲事啊？赶紧一边待着去！臭小子，赶紧跟我去见官！见什么官？这是我大哥和我大侄子，他们家里有的是银子，你赶紧跟我撒手，不然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了。你不是说你爹陈百万就你一个儿子吗？咋又冒出来一个大哥？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陈占才一时语塞。你爹是陈百万，你还是家中独子，你可真有出息。家里为了供你读书，卖房子卖地，
你却在外面招摇撞骗，你真是无药可救。大宝也被差点气笑了。家里人卖粮食卖地供你读书，就盼着你能出人头地，可你现在竟做出这等荒唐事儿，你可真是彻彻底底的败家子儿啊！我也不想这样啊，可他们上赶着喊我少爷，那我只能借坡下驴当起了富家大少。他们整天好酒好菜，我喝点酒，嘴上就没个把门的，想起啥就说啥呗。行了，别扯这些没劲的，你们既然认识，就赶紧把欠我的店钱结了，不然就别在这瞎管闲事儿。就是，这个骗子在我们店欠了60两银子，要是不给我们，就把他送官。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亲大哥，他家有的是钱，他不会不管我的。大哥，你快把店钱给我付了，要是被他们送去见官，你弟弟我这辈子就完了。现在想起来我是你大哥了，可是晚了。那段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我已经不是你的亲人，所以我没这个闲钱管你。陈占山毫不留情的拒绝。好啊，既然你不管，那我还得送他去见官。等一下，大宝，你大伯不管我，你可不能不管三叔啊！三叔要是有个好歹，你爷爷奶奶还不得急死啊！看在你爷爷奶奶的面子上，你帮帮三叔，三叔以后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你的。帮你可以，但是这银子算是借给你的，以后你得还我。好，还，一定还。好，既然你同意，那就写上欠条，签字画押。这……陈占才一脸的犹豫。陈家能卖的不能卖的都卖了，现在只剩下几间茅草房，若是打了欠条，他拿什么还钱啊？大宝，咱们也不是外人，没有这个必要吧？亲是亲，财是财，亲兄弟还要明算账。你要是不写欠条，这钱我没法替你结清，你还是好自为之吧。好，我写欠条，我签字画押。算你运气好，遇到了亲人，不然我绝不会饶你。你这个势利小人，你最好祈祷这辈子别落我手上。就你这样的，狗辈子都不会有那个机会的。陈占才也不再搭理店掌柜，取出纸笔，刷刷几下把欠条写好，并且咬破了手指，在上面画了押。陈大宝付过了60两银子，便领着陈占才坐上马车匆匆离开了。大哥，大宝，我知道错了，今天要不是遇到你们，我就死定了。下辈子我愿意当牛做马的伺候你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你们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回到南山村，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事说出去。你放心，我没那闲工夫管你的破事儿。三叔，你现在知道丢人了？给人下跪求情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丢人吗？大宝，三叔有难言之隐，我被人骗了，不然也不会没银子付店钱。你们不知道，我来宁京参加秋闱考试，一路上跋山涉水，省吃俭用，矿外的钱我一文都舍不得花。来到宁京后，我本打算找家小店住下，可刚走到那家店铺门口，店掌柜和店小二就拉着不让走了，说啥他们店钱便宜，负责1日3餐，而且服务一流。说的那么好，我也就不好再推辞。谁知道我一住下，他们就好吃好喝好伺候。要是这样也不算啥，我也能给得起店钱。可你们有所不知啊，那天我考试结束，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穿着华丽的妇人在路边哭泣，我一时心软，便上前询问缘由。妇人说她死了丈夫，来到宁京清算丈夫的遗产，因为是个寡妇，怕被人欺负，就问我能不能装成她娘家弟弟给她撑腰，事成之后愿意拿出50两银子作为酬谢。我一听，这可是个难得的好差事，不仅帮人解决了麻烦，还有银子可赚。有了这50两，我就能回南山村把卖出去的田地买回来。于是我就答应了。到了首饰店，妇人让我在大厅等候，说她选几样首饰就来寻我。可谁知道他竟是个骗子，拿着首饰跑了，要是敢抵赖，就要送我去见官。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啊。为了脱身，我就把手里的所有银子都给了他们。
陈占才把故事编的是有模有样。三叔，你快点起来吧，今天这事儿我是不会对村里人说的。谢谢大哥，谢谢大宝。南山村，陈家老宅的日子过得是艰辛异常，家里已经断了粮，得亏如花每日去山里挖野菜对付着过日子，不然这老两口非得去讨饭吃不可。你们看，秀才娘咋都成那副德行了？好好的庄稼人不种地，瞎折腾，竟把希望都寄托在读书上，哪有那么过日子的人家呀？谁说不是呢？大房断了亲，二房又给分出去了，这要是老三考不上举人，老陈家今年冬天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活该，那都是他们老两口子自找的，谁让他们不能一碗水端平呢？行了，先别说了，陈老太过来了。哎呦喂，都在这儿歇着呢。哎呀，老婶子来了，快点过来坐。是啊，今儿个咋来晚了？今天天热，在家多睡了会儿，所以就过来晚了。这好些日子没看见你们，最近都忙啥呢？嗨，我们一天天的就是瞎忙，没个正经事儿。张开眼呐就不得闲，管完小的管老的，除了洗衣做饭就是围着锅台转，整天就没个闲时候。咱们这帮人都是受累的脑袋，你们看看老婶子，一天天啥也不干，还有个秀才儿子，咱们南山村呐，谁比得了啊？咱们就是一帮泥腿子，咋能跟人家秀才娘比呀？就是啊，老婶子有个好儿子，占才真要是中了举人啊，那就是官老爷。你咋能直接提举人老爷的名讳？这可是大不敬，小心治你的罪。哎呦呦，是我嘴欠，下次再也不敢了。老婶子，以后你儿子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群穷乡亲。你们放心，不管我儿子当多大的官，那都是我儿子。以后不管你们谁有事求到我头上，我准保把事情给你们处理得板板正正的。哎呦，那我们可得先谢谢老婶子啦。老婶子，你家占才也该回来了吧？是啊，这次要是一举得中，你们老两口啊，可就能享清福了。哎，应该快回来了。我们老两口子受了大半辈子的苦，也该享几天清福了。正说着，就见陈青青和孙氏从远处走过来，老六媳妇儿立马站起身，热情地打着招呼：“青丫头，占良嫂子，今天你们俩咋有空来村口闲逛啊？我大哥和大宝去宁京谈生意了，前几天来信说啊，今天就能回来，所以我和青丫头出来接应他们。有占山大哥跟着，你就放心吧。放心，咋能不放心呢？就是这孩子啊，从小没离开过我，这一走就是2个多月，我还真有点挂念他。哎呦，儿行千里母担忧，挂念也是应该的。青丫头出落的真是越来越标致了。青丫头，你今年也有17、18岁了吧？哎，要不要婶子给你介绍个婆家哟？我娘家侄子今年20岁，长得是一表人才，现在啊，在镇里边学木工，已经快要出徒了。你若是有意，婶子给你撮合撮合，咋样？不等陈青青说完，你可拉倒吧！别说你侄子啊是个学徒工，就算他是个大师傅啊，那也配不上青丫头。咋就配不上了嘛？我娘家侄子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青丫头要是能嫁给我侄子，保准是吃不了苦的。行了，你可别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只要青丫头愿意啊，她嫁给谁都不会吃苦。你把你家侄子啊夸得那么好，我看你就是没安好良心。见青丫头有福气啊，就往你娘家的火坑里推。你胡说八道啥？我娘家咋就成了火坑了？怎么就不是火坑啊？谁不知道你娘家哥哥家里啊有5个儿子，个个都没娶上媳妇儿。青丫头要是嫁过去啊，能过上好日子才怪。你，哎呀，行了，二位婶子，你们都少说2句。我还想在家多陪我爹娘几年，不想嫁人，多谢你们惦记。孙氏也开口道：“青丫头现在还小，
就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轮不到你们跟着瞎操心。是，我就是随口一说。正闲聊着，远处官道上驶过来了一辆马车。哎，你们快看，那马车前面坐的人不就是大宝吗？没错，是大宝他们回来了。娘，我回来了。这些日子您身体还好吧？好，一切都好。你可算是回来了，看着好像是瘦了不少。哪有，看着不还是以前这样吗？青青姐，我回来了。怎么样？这一路可还顺利？顺利，非常顺利。用不了多久，宁京那边就会来人订购白糖。青青姐，细节一会儿我慢慢的说给你听。好，辛苦了。一会儿姐亲自下厨，给你做几道你最爱吃的菜，给你接风洗尘。青青姐，我想吃你做的麻辣烫，还有泡椒鸡爪。这一路虽然经过很多城镇，酒楼也不少，但做的菜都没有你做的这2样好吃。那是，这可是咱们家的独门绝技。等这阵子忙活完了，我就给你和陈峰哥商量一下开连锁酒楼的事情。真是太好了，那样的话，以后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吃上咱家的饭菜了。你呀，都多大了，一天天的就想着吃。弟妹，这也不怪大宝，外面的吃食确实没有青丫头做的好吃。大哥呀，你就惯着他吧。在我眼里，大宝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惯着不是应该的。二婶儿，我爹说的对，大宝和我一样都是孩子，应该惯着。爹，怎么样？这一路上累坏了吧？不累不累。青丫头，我跟你说，出了这一趟门，爹可算是见了世面。没想到宁京那么大，那么繁华，满大街都是人，卖啥的都有。我还看到一个黄头发的外域人，长得那叫一个怪。爹，咱们先回家，这些事情等回家你再慢慢的说给我听。到家了，你不下车，还等着我给你送到家门口去吗？谁还在车上？大宝没有说话，眼底闪过一抹嫌弃之色。哎呦，这不是占财吗？还真是秀才老爷。不，应该是举人老爷了吧？对，占财肯定已经考上了举人，要不可能坐占山家的马车回来。你说的不错，以前呢，他们兄弟走路面对面都不会说话的，现在竟然和好如初了，一定是啊，占财考上举人，占山也害怕被穿小鞋。是呀，要是我也知道审时度势，举人老爷可不是谁都能得罪得起的。陈青青也是一头雾水。大宝，怎么一回事啊？他为啥会和你们一起回来？青青姐，说来话长，一会儿回家我慢慢的跟你解释。好的。陈占财听着众人的话，臊得满脸通红，下了马车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只好尴尬的朝着众人笑了笑。你们还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我儿子考上了举人，当娘的还没说几句话呢，你们在这围着干啥？赶紧给我让开！儿啊，娘的好儿子，你可算回来了，娘的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你真是咱家的骄傲，咱家的大功臣呐！娘，你先别说这些，咱们先回家。占财，你这是干啥？不是娘说你啊，娘以前经常告诉你不要心软，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些人呢就是白眼狼，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说着，他满脸嫌弃地瞥了陈占山一眼，接着说道：现在看你有本事了，就舔着个大脸上赶着来巴结你，我呸！咱们用不着他们，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多好，又风光又气派，可你非得坐这破马车，真不知道你咋想的。娘，你可别说了啊，咱们赶紧回家吧。儿啊，先别急，有些话还是早点说明白好，免得有些人以后跟赖皮膏药似的，甩也甩不掉。看着陈占山，没看出来呀，你也是个踩地捧高的小人，知道老三考上举人，就上赶着跟他示好。虽说我儿是坐你们的马车回来的，那是你上赶着巴结我儿子，我真不搭你这个交情。今儿个我就把话撂在这儿，你们想跟着我们家占财沾光，那是白日做梦，
最好想都不要想，知道不？你放心，就算是要饭，我也不会要到你家门口。哼，记住你说的话，咱两家老死不相往来，你就等着吃瓜烙吧。还有你这个死丫头，别仗着有几个糟钱就不知道几斤几两，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定点毛光，哭着喊着跪地上求我。好啊，你要是有那个本事就放马过来，我等着。哎，金丫头，如今战才中了举人，你呀可不能得罪了他，免得呀惹祸上身。是啊，青丫头，人家大小也是个官儿，不是咱们小老百姓能惹得起的。没什么好怕的，就算他儿子中了举人，这死老婆子也不能口出恶言，没事找事儿。你敢骂我死老太婆？你个死丫头，我看你找死！战才，你听着了吧？他骂你娘啊，赶紧治他的罪。陈战才耷拉着脑袋没有言语，他气得满脸通红，真想给陈老太把嘴给堵上。陈战才，管管你娘，别在这丢人现眼了。陈占山，你个遭天杀的白眼狼，你怎么跟我儿子说话呢？我可告诉你，我儿子现在可是举人，你要是再敢嚷他，我就让他治你的罪，把你送进大牢。陈占山被气笑了。陈占才，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实话实说？这说什么实话？你个白眼狼，赶紧跪下给我磕头认错，不然这事儿没完。娘，我求求你别闹腾了行不？咱们赶紧回家吧。回啥家回家？我咽不下这口恶气。娘，你消停点，儿子这次没中举人，你就少说几句吧。你刚才说啥？你没中举人？是没中。那你咋不早说呀？我是想跟你说呀，可你不给我机会呀。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此时陈老太连想死的心都有了。陈青青可不想再和老宅的人有任何瓜葛，挽起陈占山的胳膊，喊着大宝和孙氏朝着家里走去。刚刚不明真相的村民见状，纷纷小声嘀咕了起来。哎呀，刚才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他儿子真中了举人呢，原来是虚惊一场啊。就是啊，那一嗓子都给我弄懵了，害得我差点跪地上磕头。幸亏我没跪下，要不然呢，可弄出大笑话了。可不是啊，陈老太吆五喝六的架势，可真是够吓人的。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儿子当了大官。幸亏没中。俗话说呀，小人得志便张狂。真要是让他们家得了势啊，肯定仗势欺人。咱们呀，可就倒了8辈子血霉了。众人声音虽小，可还是传到了陈老太的耳朵里。这时陈老汉从远处走过来，当他看到陈占才站在人群当中，以为儿子中举归来，这些人正在巴结讨好献殷勤，他也顾不着细问。儿啊，你可算是回来了。哎，爹盼你盼得好苦啊，咱家的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爹，你咋也来了？有话好好说，别哭啊。你这孩子说的爹好像不能来似的。哎，我这不是哭，我这是喜极而泣，高兴啊。高兴个屁，滚一边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老婆子，你这是干啥？我招你惹你了，张嘴就呲到我，只能你高兴，我就不能跟着乐呵乐呵呗？乐呵你娘个脑袋，赶紧给我滚回去！你今天是吃错药了，话都不会好好说，我这辈子就是欠你的。儿子，你可是咱们陈家的骄傲啊，南山村的榜样，以后爹可就全指望你了。爹，你别说了，我凭啥不说？当着村民的面，爹有些话必须得说。这些年啊，爹娘为了你，可以说是卖粮食、卖地，
家里的日子过得是一年不如一年呐。村里面人当面不说，可背地里没少议论咱家，就等着看咱家笑话。幸好你争气，总算替咱家光宗耀祖了。这些日子你娘就跟我商量，等你中了举人，必须得治治那些嚼舌头根子的人。可我觉得不妥，真要是那样，咱们不就成了小肚鸡肠之人了？有句话说得好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希望我儿子能够当个人人敬仰的好父母官。行了爹，你别说了。陈占才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他羞愧地低着头。陈老汉正在兴头上，也没看出个眉眼高低。爹今天难得高兴，别不让我说呀。你给我闭嘴！我啥时候说了？你是不是癔症了？一天天的胡说八道个啥？我就够丢人的了，你也跟着瞎掺和，你他娘的有完没完呐！儿子，你中举了吗？陈老汉的嘴都瓢了。没中。没中你咋不早说呀？让我在这瞎叭叭啥？你问我了吗？我来了你就嘚啵个没完，现在都是我的不是了，你们可真行。哎呦，我的亲娘哎，这叫啥事儿啊？陈占才臊得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爹娘，咱们先回家，有啥事回家再说。啊，对，回家，我儿这一路肯定累坏了啊！快跟娘回家。你还傻愣着干啥？别在这丢人了，赶紧死回家。众人见他们走了，又幸灾乐祸地议论了起来。今天我可算是见识到啥叫目空一切，啥叫灰头土脸了。俗话说，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他们太高估自己儿子了。就是啊，也不看看他们儿子长没长这脑子，也不问个清楚，张嘴就捶打牛腿。这老两口啊，也够丢人现眼的。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没事就会三吹六哨。其实啊，狗屁都不是。嘘，小声点儿，秀才的小媳妇儿回来了。嘿呦，还真是啊，咱们又有乐子瞧了。老刘媳妇儿说完，朝着远处走过来的如花摆了摆手。秀才媳妇儿，你快点走两步啊。六嫂子，你找我有事啊？我没事儿，我是想告诉你，你家爷们儿回来了。真的？你说占才回来了？秀才媳妇儿，别傻愣着啦，前面那个就是你男人，赶紧去追啊！看着哭得伤心欲绝的陈老太，老婆子，别难过了，还是想想以后的日子咋办吧。怎么会这样呢？你不是说时常的把握能考中举人吗？哎呦，我的好如花，具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啊。今天科考的题目真的特别简单，我是胸有成竹，挥毫泼墨，毫不费力的写满了所有答卷。当时我是有100个金钱，就算考不了第一，第二也是手拿把掐。可谁知道事与愿违啊，等到放榜那天却是榜上无名，哪儿跌倒哪儿爬。一时的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再战的勇气，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行了，占才，你可别再战了，再战下去你爹我就得与世长存了。爹，你这叫啥话？说的咋这难听啊？这有啥难听的？我说的就是实话，你少在这儿画大饼吹牛腿，我都听腻歪了。你要是真有本事，早就考取功名了，何必一而再再而三的落榜？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咱们家都让你给霍霍成啥样了。没有那金刚钻，你就别揽这瓷器活。我看你就算是老白毛也是屁味儿。有这闲工夫啊，你还是想想
咱家往后日子咋过吧？爹，你这是干啥？把我说的都没一点人样了。娘，说说我爹，我不就是没考中举人吗？至于跟我这么发脾气吗？你爹说的对，还想让我说啥？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啊？口口声声手拿把掐能中举，这几个月我满街筒子，逢人就吹大牛腿，可到头来一场空。你让我出去咋见人？这些还不算啥，为了你，娘把家里能卖的不能卖的都卖了。现在咱们家是要粮没粮，要地没地，以后靠啥吃饭？这些你想过没有啊？你爹说你两句你就不爱听了，吃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娘，事情已经是这样，往后的日子还得过，您呢就别再埋怨占财了。是啊，现在说啥都晚了。儿啊，娘就不说别的了，娘就想问问你，以后咱家日子该咋办呢？娘，我长这么大从没管过柴米油盐，你问我咋过日子，我哪知道啊？哎呦，我的儿啊，爹娘以后可得指望你呀，那有些事儿你得张罗起来呀。哎，不是娘，你让我咋张罗？我能咋张罗呀？要知道考不上功名，这当初说啥也不和陈占良分家啊。现在倒好了，两个老家伙成全了他的事儿，这不是弄了一身累赘？你说你咋张罗？现在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肩上得扛起担子，得想办法赚钱养活我们才行。爹啊，你这话说的有点倚老卖老了。你和我娘有胳膊有腿的，也能动弹，让我挑什么担子？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这说的是人话吗？我是不想指望你，可咱家现在要啥没啥，你让我咋办？行了，占财，娘知道你不甘心，想以后能飞黄腾达，可咱们也得顾眼前呐。现在咱家连米糠都快吃不上溜了，我和你爹真是想不出主意了，你赶紧想想办法吧。娘，儿子能有啥好办法？咱也不能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买粮食吧？你个败家的玩意儿，咱家都让你祸害成这样了，你还想买房子？